大家是否有过这种经验？搭乘国际航班时，明明你一句话都还没说，护照也乖乖收在包包里，但空服员对你露出的微笑似乎特别亲切，甚至直接用中文跟你打招呼，让你不禁纳闷：我有透露我来自台湾吗？难道我们台湾人脸上真的写了"我是台湾人"几个大字吗？今天就带大家来揭秘这个有趣的现象。为什么外国空服员不用看护照，不用听口音，就能秒认出台湾乘客的身份？据说全靠3大特征，而且最后一个特征准确得让人起鸡皮疙瘩，几乎每个台湾人都中枪。现在就让我们深入探讨，看看你是不是也默默的在全世界航班上展示着台湾人专属的小习惯呢？首先可以先想象这样的场景，一架从台北飞往纽约的长途班机刚刚起飞，外籍空服员正在过道间忙碌地协助乘客安置行李、发放毛毯。这时，一位亚洲面孔的乘客上机后，礼貌地对空服员点了点头，露出微笑。空服员心里一动，八成是台湾来的，为什么一个微笑就能透露出国籍？特征一其实就在这里，台湾乘客待人接物时特有的友善礼貌，往往通过脸上的微笑和眼神交流写得明明白白。特征一，微笑与礼貌写在脸上。台湾人的礼貌是国际知名的，在机舱里，这常常表现为热情的微笑、主动的眼神交流，以及发自内心的礼貌举止。许多外国空服员都分享过这样的经验。台湾乘客上机时不会板着脸匆匆走过，他们大多会看着空服员的眼睛，轻轻点头或微笑致意。即使语言不通，这样的眼神交流已经传达出谢谢你、麻烦你了等善意助。此处的善意是一种感受。对比起某些地区的乘客上机时习惯低头赶路，甚至直接无视空服员的存在，台湾人的这份友善可谓格外突出。更令人赞赏的是台湾乘客的语言礼貌。不少外籍空服员提到，他们听不懂中文也没关系，因为台湾乘客的礼貌几乎是写在脸上的，从微笑的神情就能看出他们很尊重机组人员。如果碰巧空服员懂一点中文，那更能真切感受到台湾乘客的友好。上机时的一声谢谢，麻烦空服员帮忙时先说不好意思，下机路过空服员身旁时还会微笑道一声谢谢、再见。这些小小的礼貌用语和举手投足间的客气态度，在万米高空中温暖了服务人员的心。很多空服员私下都把台湾航班称为轻松愉快的航班，因为乘客有礼貌，他们服务起来也特别开心。谈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想，礼貌、微笑、说谢谢，这不就是基本的文明素养吗？但事实是，不同国家旅客的表现真有天壤之别。在国外论坛上，常常有人讨论各国乘客的风格。有的国家乘客热情外向，上机就巴拉巴拉跟空服员聊天；有的地区乘客可能因文化习惯较粗犷，鲜少对服务人员表示感谢。相较之下，台湾人的温和友善就像一股清流。亚洲文化本就讲求礼尚往来，而台湾在这方面由盛从小，父母师长就教导我们，见人要打招呼，受人帮忙要说谢谢。这种习惯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我们走出国门，也自然而然地把这份礼貌带上飞机。有趣的是，有外籍组员分享过一个细节，他们特别喜欢服务台湾乘客，因为台湾人非常擅长用眼神说话，即使语言不通，台湾旅客也会用表情和肢体语言表达需求或谢意。例如，用微笑配合指指餐车，示意谢谢，餐点很好吃；又或者眼神交流后轻轻点头，表达麻烦你了，非常感谢。这些不经意的小动作，在旁人看来可能微不足道，却让国际空服员印象深刻。因为他们每天面对来自全球各地的乘客，习惯了各种冷漠或粗鲁，猛然遇上一个总是带笑、充满礼貌的乘客，谁不觉得如沐春风呢？台湾人的礼貌还体现在音量和态度上。试想一下飞机上的情景，如果乘客需要请空服员送水或毛毯，台湾乘客往往会轻声细语地说，不好意思，可以给我一杯温水吗？谢谢您。音量不高却清楚，态度恭谦而有礼。反观某些乘客可能大声招呼服务员，甚至语气里带着命令或不耐烦。长此以往，空服员对这种温柔礼貌的语调也特别熟悉了。
一耳朵就能分辨出这几位应该是台湾乘客，因为台湾人讲话习惯比较轻声客气，在公共场合不喜欢大声喧哗，连机上交谈都压低音量，以免打扰他人。在国际航班上，当空服员推着餐车路过时，如果听到有人小小声的用英文说 Excuse me 或 May I have please， 后面还带点可爱的口音和笑容，他们十之八九就猜到了，这位肯定来自那个盛产暖心乘客的宝岛。总而言之，第一个特征，礼貌友善，往往是最先映入眼帘的线索。台湾人的脸上常常洋溢着善意，再加上言行举止的客气，几乎就差在额头贴张便利贴，写友善台湾人了。难怪外国空服员们常笑称，服务台湾乘客时，自己的心情也会被感染，因为对方脸上的笑容和真诚的礼貌实在太有感染力了。不过，若只是微笑礼貌，还不足以让空服员这么笃定地判断国籍。接下来登场的第二个特征，更是让台湾乘客从人群中脱颖而出的关键，那就是台湾人天生自带的守规矩、重秩序特质。特征二，守秩序的习惯，一举一动都符合规矩。想象一下，在拥挤的登机门口，各国旅客聚集准备登机时，有人急着往前挤，有人试图插队，而台湾旅客通常会乖乖排队，哪怕前方人龙有点漫长，也耐心等待。这画面在许多空服员和地勤人员眼中，早就是台湾乘客的招牌，不吵不闹，遵守秩序。登机时如此，整个飞行过程中，台湾乘客的守规矩表现更是处处可见。一位韩国籍的空服员曾经分享他对台湾乘客的赞赏，他们搭乘时不仅坐得整整齐齐，还不会常常没事走动。意思是，台湾乘客上了飞机找到座位后，通常会安分坐好，不会在非必要时一直起身东奔西走。或许很多人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但试想一些极端案例，有的乘客刚飞没多久就耐不住坐着，频繁起身开行李箱拿东西，或在走道上来回溜达伸展筋骨。更夸张的是，有听过航班服务员抱怨，某些乘客甚至会站在走道做体操、聊天，大大增加空服员送餐服务的困难。反观台湾乘客，大部分能理解飞行规范，除非上厕所或特别需求，否则不会随意在客舱内走动，影响他人。守秩序仿佛已成为刻在 DNA 里的本能，让他们在万米高空中也保持着一份安定和体贴。除了坐得住，台湾乘客还特别遵守安全规则，这点也常被外籍空服员拿来赞赏。有空服员分享到，飞机降落后滑行阶段，不少国际航班上常看到一些乘客急不可耐地解开安全带，站起来拿行李，机组人员还得反复广播提醒，请坐下。然而，在搭载许多台湾乘客的航班上，这种情况明显少很多。台湾人往往乖乖等到飞机停妥，广播允许后，才起身取行李，准备下机。有时候，即便飞机已停稳，只要广播还没响，台湾乘客依然耐心坐着，这幅画面让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所有乘客都睡着了呢。但其实大家精神着呢，只是在守着规矩行事。等到舱门打开，听到各位可以下机咯，他们才有序地站起来，依照座位顺序一排排离开。这种纪律性的行为让空服员大为惊讶又欣赏，原来有人真的可以做到不催不抢，静候指示，完全配合乘务流程。对比某些航班每次一落地就仿佛比赛起跑，各国乘客争先恐后挤上走道，台湾乘客的冷静和守序实在显得难能可贵。台湾人的守规矩还体现在各种小细节上，例如许多台湾乘客对号入座观念强，很少会坐错位置或者赖着不愿换到自己号码的座位，这可不是废话。某些地区旅客就常常不依照座位号，想坐哪就坐哪，还得空服员一一请他们挪位，非常费劲。又比如使用随身行李箱时遵守规定，台湾人多半会事先将随身行李控制在航空公司规定的尺寸重量内，上机后也乐意把小件物品放在脚下，把大型行李摆进行李箱深处，尽量不占用他人空间。曾有机场地勤打趣说，一看那些提前准备好登机证、护照、行李秤、重重没超限的，多半就是台湾旅客，因为他们习惯做好功课，按章办事，免得给自己或他人找麻烦。
这种处处遵守规范的习性，不但让航班更顺利，也难怪让国外航空公司人员印象深刻。我们都知道，台湾社会讲求秩序，排队买票时自觉排好，搭电扶梯时统一靠右。这点连许多日本人都觉得新奇，因为在东京是靠左站，平日在路上行走不乱冲红灯，开车也在斑马线前礼让行人。这些日积月累的日常习惯，造就了台湾人在公共场合的一种集体默契，遵守规矩就是美德。所以当我们走出国门，这种默契依然如影随形。就算别的国家的乘客可能不排队，我们还是照排不误，别人乱挤我们也让一步，反倒让外国人好奇，咦，怎么有一群人这么守秩序？空服员作为观察乘客的一线人员，更是看在眼里。很多外国空服员一开始也许只是隐隐约约察觉，有些亚洲乘客好像特别遵守礼节，直到多次服务台湾航线，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正是台湾人的文化特质。曾经有一则趣闻在网络上流传，有空姐说，她10秒内就能分辨出是台湾团还是其他地区旅客。方法之一就是看登机秩序，如果乘客们按照号码乖乖排成一列，鱼贯上机，而且没有大声喧哗催促，10之8九这团人马来自台湾。事实证明，他的猜测几乎每次都灵验。这笑话般的辨识技巧，其实正反映出台湾人在秩序感上的名声。对我们自己而言，可能觉得按顺序上飞机天经地义，有什么好大惊小怪，但在国际环境中，这的确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优点。守规矩的另一个面向是遵从航班规定与配合度高。空服员发现，台湾乘客通常对于机组的要求都很配合，例如起飞降落时提醒关闭手机、竖直座椅，台湾人几乎立刻就照做，不会跟你讨价还价说，哎呀，我再讲一下电话或者椅背，再靠一下子，没关系吧？如果遇到乱流、气流颠簸，广播请乘客回座系好安全带。台湾人也是动作飞快的回座位坐好，丝毫不拖拖拉拉。有些老练的台湾乘客甚至在广播响起前，自己感觉到颠簸就自发性的系好安全带，替空服员省心。这种高度自律的表现是航空公司最乐见的乘客素养。试想，有规矩的乘客越多，飞行环境就越安全，工作就越轻松。因此，不少外籍机组都说，台湾航班真的好带。说穿了，就是台湾旅客个个都很乖巧守法，自然让人省心啦。从排队登机到飞行途中安分守己，再到降落时遵守指示，台湾乘客把守秩序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是第二个明显特征。有了它加持，外国空服员几乎可以笃定地说，这批温驯守规矩的乘客多半来自台湾。然而，真正让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私下狂赞的，还有最后一个关键特征，而这一点据说命中率高达90%，连我们自己听了都要会心一笑，因为真的是太台湾了。特征3，体贴与共情，为他人着想的贴心举动。如果说礼貌和守规矩让台湾乘客展现了良好的教养，那体贴别人的心意则更进一步，让我们在服务人员眼中显得格外可爱可敬。很多空服员都异口同声提到，台湾乘客非常体谅机组人员，懂得换位思考，让他们倍感窝心。这种体贴在飞行中的各个细节里都有所体现，也正是空服员心中台湾人的第3大特征。首先，体贴表现在对服务的不挑剔与包容。飞机餐一向是乘客吐槽的对象，有的人嫌不好吃，有的人嫌分量太少，还有人因饮食习惯不同而抱怨连连。然而，空服员发现，台湾乘客大多对机上餐点相当能接受，不管是西式鸡肉餐还是中式炒面，只要不是特别离谱，他们通常笑笑就吃了，吃不完的也礼貌的包好或放回餐盘，极少大声要求这不好吃，给我换一份。即便偶尔口味不合，他们也倾向自我调节，比如随身带点小零食水果补充，而不会跑去为难空服员，你们这菜太难吃了，给我再来份别的。这种不抱怨能将就的态度，对忙碌的空服员来说真是一大福音。因为在高空中能提供的餐饮有限，若每位乘客都要求东换西换，那乘务服务将变得混乱不堪。台湾乘客的高配合度等于间接减轻了空服员的压力，久而久之，
他们就总结出经验，台湾来的客人很少，嫌东嫌西，一般给什么就吃什么，特别好伺候。这可不是说台湾人没有品味，而是我们从小懂得珍惜食物，尊重他人的劳动，拿到餐点先道谢，即使菜色普通也不急着挑剔。这其实反映了一种体谅在机舱这种特殊环境下煮不出山珍海味，体谅空服员送餐的辛劳，所以干脆欣然接受，大家都省心。除了饮食，台湾人的体贴还展现在对待服务人员的理解和尊重上。空服员是个繁忙辛苦的工作，长程飞行时，他们要不停地在狭窄的机舱里穿梭服务。许多台湾乘客对此感同身受，会尽量减少对空服员的麻烦，比如不会频繁按服务铃，有些乘客一觉得冷就按铃要毯子，口渴了又按铃倒水，甚至无聊了也叫空服员来聊天。相形之下，台湾乘客通常很少随便呼叫服务，如果需要水，很多人宁可自己走到后舱轻声询问，可以给我一杯水吗？真的有事按铃，脸上也是带着不好意思的神情说，麻烦您了。这让空服员怎能不心生好感？他们甚至常主动巡舱问台湾乘客需不需要帮忙，因为知道这些乘客很有可能不好意思开口请求。换言之，台湾人的体贴有时体现在过度客气，宁愿自己多费事，也不愿增加别人的负担。这虽然让人心疼，但也着实反映了我们文化中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教养。台湾乘客的共情心还体现在一个温馨的小举动上，下机时的道谢与道别。这或许听起来平凡，可正是这平凡的一句谢谢，包含了乘客对空服员一整趟服务的感激。在长途飞行结束，乘客鱼贯走出机门时，空服员通常会站在舱门口送行。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绝大多数台湾乘客在走出机门前都会转身对空服员微笑点头，说声谢谢。有的会用中文谢谢，有的用生硬可爱的英文说 Thank you。 有空服员统计过，台湾航班上这样做的乘客比例极高，几乎接近100%。这跟某些航班的情形形成强烈对比。有些国家的旅客下机时行色匆匆，连看都不看一眼服务他们10几个小时的空服员，更别说主动道谢了。所以当台湾乘客接二连三对空服员表示感谢时，那感觉就像一股暖流不断涌进服务人员的心田。有人或许觉得这只是一句客套话，但对疲惫的空服员而言，乘客真诚的谢意是对他们工作的最大肯定。有些外国籍空姐甚至说，每次飞台北航线送客时耳边全是 Thank you， 听得我心里特别感动，仿佛那些辛苦都得到了回报。而这恰恰是台湾旅客的特质，懂得感恩与赞美别人的付出。也难怪许多航空公司的组员都私下表示愿意多飞几趟台湾线，因为和台湾乘客相处真是种享受。他们礼貌、守规矩又贴心，有时甚至让服务人员觉得备受尊重，心里乐开花。谈到贴心，不得不提一些更超额惊喜的案例。有极少数台湾乘客热心到什么程度呢？他们会准备小礼物送给空服员，这听起来像电影情节，但是真实发生过。比如有乘客知道逢年过节还在天上服务的机组人员很辛苦，特地带了几包精致的小点心、糖果，上机后转交给空姐们，说是给你们一路上提提神，谢谢你们照顾大家。还有乘客下机前塞给空少一个小纪念品，可能是一个印有台湾特色图案的小钥匙圈或贴纸，笑着说这是我们台湾的小礼物，谢谢你。面对这样的贴心举动，任何劳累都融化成感激。当然，送礼物毕竟是少数人的特别举措，不必然代表大多数，但台湾人热情有人情味的名声却因此传遍空服员圈子，甚至有外籍空服员打趣说，飞台湾航线要小心胖3斤，因为常常收到乘客给的凤梨酥、糖果、饼干，甜蜜的负担啊，虽是笑话，却逐渐台湾乘客给他们留下多么温暖的印象。归根究底，台湾人的这份体贴和共情能力，正来自于我们深厚的人情味文化。台湾社会强调将心比心，很多人在自己曾作为服务业人员，或看过身边亲友劳累工作的样子后，更懂得尊重每一个工作岗位上的人。搭飞机时，我们把空服员当作朋友看待，觉得他们辛苦工作应该获得尊重和理解。
我们也常心想，大家出门在外都不容易，能互相体谅就好。于是这种换位思考的态度就反映在我们的一举一动中。正因为如此，台湾乘客往往不仅对空服员和善，对其他乘客也很友好。比如看到邻座的旅客拿行李吃力，台湾人大多愿意伸手帮忙扶一下，抬一把。遇到走道拥挤，他们也懂得礼让不应己。种种这些贴心小细节汇聚起来，就成了空服员眼中鲜明的第三个特征。台湾乘客总是为他人着想。当然，我们也不必过度自我吹捧。世界上友善守规矩的乘客不止台湾人，其他国家也有很多教养良好的人。但台湾乘客难能可贵的是，集体表现出色且一致性高。换句话说，上述这些礼貌、守秩序、体贴的行为，在台湾乘客群体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非少数个人偶然为之。这就难怪外国空服员们感到惊讶又佩服，甚至形成火眼金睛般的观察力，一眼就能认出台湾乘客。毕竟当一架飞机上10个有9个人都展现出同样的良好素养，想让人不注意都难啊。也因此，台湾乘客等于好乘客的口碑才会在国际航空圈传开。值得一提的是，这3大特征其实彼此紧密相关，共同构成了台湾人给人的整体印象。礼貌友善让我们展现笑容与尊重，守秩序让我们行为克制有礼，而贴心共情则渗透在我们对服务人员和他人的态度中。三者加总起来，便是高素质旅客的典范。在人们印象中，观光客常常和吵闹、随意画上等号，但台湾旅客却经常颠覆这种刻板印象，成为异国他乡一道令人愉悦的风景线。很多曾接待过台湾团的导游、旅馆人员也有类似的反应。台湾客人真的很 nice， 很守规矩，跟他们相处很舒服。这些称赞与空服员们的观感不谋而合。话说回来，如果我们站在乘客自己的角度，或许从未意识到这些习以为常的小举动竟成了我们的标志。看到这里，你回想一下自己出国搭机的时候，是不是会下意识对空服员微笑点头？遇到需要帮忙的事，会不会开口说不好意思，麻烦你？飞机落地后，你有没有耐着性子等广播？有序地下机，下机时是不是脱口而出谢谢再见？甚至某次你是否也曾因餐点不合胃口，但还是默默吃完，不忍心浪费或抱怨？如果这一条条清单让你频频点头，那恭喜你，你脸上写着的大大的台湾人3个字早被全世界的空服员读懂了。最后那点下机一定道谢，致意更是准到发毛。绝大多数的台湾人都逃不出这个习惯性动作的判断。得知这样的结果，也许有人会揶揄说我们这不是太好认，出国想低调都难。但更多人心中应该是泛起一股小小的自豪与感动，因为我们的良好行为得到了他人的认可。台湾人在国际场合留下了美好形象。要知道，国际旅途中因文化差异产生的误解时有所闻，一些地区的观光客曾被贴上不文明的标签，导致别人一提起就皱眉头。反观台湾人，靠着这些年累积的口碑，反倒让许多国外服务业者对我们赞誉有加，甚至闻台湾人而欣喜。这不仅对我们自己是种肯定，也是国家软实力的展现。毕竟旅客素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能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手里友善的一面，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光荣呢？当然，我们也应保持谦虚，并继续发扬这些优点，同时期待更多的国际交流中，大家都能互相学习彼此的长处。台湾人的3大特征如今成了佳话，我们不妨就大方承认，是的，台湾人就是这么有礼貌又可爱。未来在飞机上，依然让我们保持微笑，遵守规则，善待身边每个人。或许在某次航班，你的一个小小善举，又会加深一位国际空服员对台湾的好印象。而这份散发自我们举手投足的善意，就是不用开口的语言，早已胜过千言万语，向世界说明我们来自宝岛台湾。总结来说，外国空服员眼中的台湾乘客特征包括脸上总带着真诚的微笑和礼貌，行事守规矩有秩序，让飞行过程顺畅安心，以及处处流露体贴。
懂得尊重和感谢服务人员，这3个特征仿佛就刻在我们脸上，无需开口便偷偷泄露了身份。最后那一句下机时的谢谢，更像是盖章认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群礼貌又友善的人就是台湾人。相信看完这篇，大家下次出国时会更留意自己的这些可爱小习惯，同时也让我们继续保持这份优良传统，让台湾人的好名声传遍每一条航线，每一座城市。毕竟这是属于我们的骄傲，也是给他人的温暖。下回当空服员不问自答，用中文对你说欢迎，别怀疑，他真的没有读心术，他只是看见了你脸上写满的台湾印记啊。